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眼观六路，能悄悄撤掉嫔妃的绿头牌。他耳听八方一把椅子，让皇上对将军不满。他就是流水的宠妃，铁打的苏妃苏培盛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苏培盛悄悄动手的那些事儿。第一点，丽嫔绿头牌事件。虽然剧中的丽嫔生的一脸苦相，算不上美女，但原著中丽嫔是个仅次于华妃的绝世美女，甚至创下了让皇上一夜临幸3次的记录，这也是她为什么被封为丽嫔的原因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曾经备受皇上宠爱的嫔妃，苏培盛却说她的绿头牌落了灰。从此之后，丽嫔的绿头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但明显丽嫔的绿头牌还十分干净。苏培盛为什么敢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撒谎呢？原因在于当时皇上连连诉在碎玉轩，太后害怕皇上专宠甄嬛而冷落了其他嫔妃，所以太后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因为专宠会使众嫔妃嫉妒，导致后宫不得安宁。原本皇上还想着让太后见见甄嬛，结果太后来了这么一招，皇上还不能发飙，因此皇上只能找那个对太后嚼舌根的人出气。那么这个背后嚼舌根的人又是谁呢？皇上一出门便问太后的贴身侍女竹溪姑姑，倒是昨儿丽嫔娘娘来过了，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。皇上一听立马明白了，这肯定是丽嫔捣的鬼。而恰好此时不仅仅是皇上对丽嫔不满，就连苏培盛也对丽嫔不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当初甄嬛得宠，康禄海想回碎玉轩，结果丽嫔对这个吃里扒外的太监骂了一嘴。太监最忌讳的事便是别人骂他没根儿。如果说丽嫔只骂康禄海也就罢了，偏偏丽嫔情商太低，骂了所有的太监，所有的太监自然包括了苏培盛。因此苏培盛可能早就掏出了小本本，记下了宫里所有人曾经说过太监的话。平时你受宠的时候，咱们太监就忍着，等到你落魄了，咱们就出来报仇。于是在皇上掀牌子时，苏培盛便使了绊。很明显，皇上对绿头牌事件心知肚明，但皇上因为太后批评他专宠甄嬛一事，皇上正想着该如何处置丽嫔，结果苏培盛这么做反而不用他开口了，于是皇上任由苏培盛撤下了绿头牌，从此丽嫔也就相当于被打入了冷宫，可见积口德是多么的重要。第二点，年羹尧椅子事件。剧中年羹尧常常仗着自己军功在身，不仅看谁都不顺眼，而且情商比丽嫔还低。除此之外，年羹尧还对太监这个行业不屑，每次和华妃唠嗑时都忍不住吐槽一番。哼，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，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。这里咱们来开个小脑洞，华妃和年羹尧说话时，总有太监走来走去。假如在年羹尧和华妃吐槽时，刚好这些话都被来来回回的太监们听到了，而小太监又把这些话传到苏培盛的耳边，以苏培盛爱记仇的性子，少不了会摆上一道。因此在年羹尧来找皇上的时候，苏培盛主动让人搬来椅子，请年羹尧坐下等，随后又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。一把椅子便让皇上和年羹尧产生了隔阂，可见苏培盛因年羹尧这招做得滴水不漏。第三点，瓜六倒台事件。瓜六家族倒台时，皇上并没有赐死瓜六的打算，可苏培盛却还是让侍卫把瓜六给活活打死了，并且苏培盛还很痛恨地朝瓜六啐了一口。一个太监和一个嫔妃会有什么私怨呢？原来在滴血验亲中，瓜六曾经提议以慎刑司严刑拷打槿汐，以此供出甄嬛的奸夫，而槿汐又是苏培盛捧在手上藏在心尖儿的宝，所以听到瓜六的提议，苏培盛的眼神立马变了，这也意味着苏培盛和瓜六的仇就此结下了。所以在瓜六家族倒台事件中，皇上让苏培盛去告诉瓜六，让他回去不用死了。结果苏培盛看到瓜六一句废话也没有说，直接让侍卫把瓜六给打死了。皇上前一秒还念着和瓜六的情谊，口口声声说着不会把瓜六赐死，只废为庶人，一转眼苏培盛就让人把瓜六打死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仔细想想，苏培盛一直以来的人设是什么？那是一个能看透皇上心思的人尖儿，是一个不必皇上下令就替皇上办事的人。皇上这么聪明，自然也知道苏培盛痛恨瓜六。让他回去吧。
其实这个时候皇上的潜台词是：老苏啊，这女的人头送你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往白了说就是，毕竟瓜六陪我睡了那么多夜，也没谋反的大罪，直接下旨弄死他。我是皇上，我不太好说，就由你来弄死他吧，反正他现在只是个庶人了，你随便搞。所以苏培盛就直接让侍卫将瓜六打死了。啐的那一口也算名正言顺的把私仇给报了。第4点，安小鸟搜宫事件。当时甄端敬3人组发现了安小鸟的密箱，3人盘算着如何来场热闹的斗鸟大会时，苏培盛带着人浩浩荡荡来搜宫了。一个嫔妃的寝宫被下人这么一通乱搜，安小鸟感到特别的没有尊严，便骂了一句。安小鸟也清楚苏培盛这么做无非是报私仇，当初皇后为了找出苏培盛和景熙对食的证据，也曾这样浩浩荡荡派人去搜过景熙的房间，而安小鸟又是铁打的皇后党，所以苏培盛才把搜宫的屈辱转给安小鸟。可见苏培盛是一个十分隐忍的人，对方高高在上时他忍着，对方跌到谷底时他再把仇怨还回去。更何况在深宫中侍奉皇上时间最长的人，恐怕后宫所有嫔妃加起来都不敌苏培盛。这也导致了苏培盛把皇上的脾性摸透了，从而在这深宫中苏培盛成了铁打的苏妃。宫中任何嫔妃都有可能面临失宠的那天，唯独苏培盛不会。